第13章，坑人的优越公主。什么人？聂天霸一声断喝走出古庙，找2天了，王家那么多人，一个没找到。聂天霸气急败坏，这2天四处找人，看谁都像是王可。落脚此地古庙，居然又遇到3个人，这3人是自己要找的吗？聂天霸一眼望去，那肥胖的妇女不停地揉着胸口，那脸上的胭脂看得聂天霸顿时一阵头皮发麻。这视觉冲击力比王可大表姐还夸张，让很有审美的聂天霸第一眼后就不愿再看，太辣眼睛了。其次是王可，王可身形故意佝偻了一些，眼睛眯得小小的，脸上青春痘将其容颜封印得刚刚好。一时间，聂天霸也没有联想到那还算英俊的王可。最后一个男的居然戴着女人面纱，那男子身高不如王可，聂天霸也就没往自己要找的人身上想，真晦气，又是3个不相干的。聂天霸一脸郁闷，远处王可3人心中暗舒一口气，这次伪装过关了。你将面纱摘下来，一个大男人戴着女人面纱，娘里娘气的，取下来我看看。聂天霸瞪眼道。优越公主一阵着急，我弟弟有麻风病，不方便摘面纱，会传染，我就被传染了1点。王可声音沙哑道。麻风病？哼，我可不怕，摘下来。聂天霸翻手取出自己的长刀，虽然否定了3人，但还是习惯性的要确定一遍。优越公主一阵郁闷，在王可示意下，终究将面纱摘下。那一摘下，看得聂天霸瞬间汗毛炸竖，这特么什么麻风病，这还是人脸吗？快遮上，快遮上！聂天霸顿时一脸嫌弃的惊叫道。优越公主越发郁闷，自己从小到大还从来没被人这般嫌弃过，都怪王可。气哼哼的，优越公主将面纱再度戴了起来。好了，滚吧，别再恶心我了！聂天霸郁闷的对3人喝骂道。3人眼睛一亮，这算是过关了，没有多做废话，3人掉头就要离开。也就在此刻，张正道或许兴奋过度，身形一扭，吧嗒一声，其脚下掉下2个西瓜。3人脚步一顿，聂天霸也是一愣，茫然的看着老妇女胸口干瘪下去，还有其脚下2个西瓜。现场气氛忽然一阵窒息，那老妇女不停的揉胸口，揉掉了。怎么？聂天霸满脸茫然，无法理解的看着2个西瓜，瓜藤断了。张正道压着声音也是惶恐道。王可还待说什么挽回一下，一旁优越公主紧张过度，忽然叫道。穿帮了，快跑！女生，你还真是个娘娘腔。不对，女的。聂天霸瞬间反应了过来，踏步跳出。优越公主掉头逃窜，张正道也顾不上2个西瓜了，也跟着跑了起来。在我面前想跑！聂天霸一声怒喝，跳到了2人前面，轰！一拳轰击，刚刚逃跑的优越公主被一拳打的倒飞而出，半空中吐出一口鲜血。聂天霸更是一刀斩向张正道。啊！张正道惊叫中取出一柄长剑迎去，轰！一声巨响，张正道手中的长剑轰然崩碎而开，整个人也倒飞而出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聂天霸横刀挡住3人去路，面露狰狞之色。娘娘腔？不对，你是女的，你刚才说穿帮了，我明白了，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！优越公主，是你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你们自己闯到我手中来了，哈哈哈哈！聂天霸忽然大笑而起，倒在地上的优越公主一脸气愤。聂天霸，总有一天我会报仇的，哈哈哈！报仇？别做梦了，抓到你，我马上就是金乌宗弟子了，你拿什么报仇？对了，这2位是，我看看，这刚才揉西瓜的是。聂天霸疑惑看着从地上爬起来的张正道，忍着辣眼睛。聂天霸仔细一瞧，从其身形猜测，忽然眉头一挑，你是张上仙？张正道，哈哈哈哈哈，你怎么变成这鬼样子了？你的小月月呢？哈哈哈哈！接着，聂天霸再度看向王可，我若猜的不错，这最后一位就是王家主吧？王家主，好手段啊！刚才差点就将我瞒过去了，当着我的面都能让我看走眼，你还是第一个。聂天霸此刻兴奋不已，将3人全部认了出来，想不到自己随便找了条路，却让自己捞到了大鱼。王兄，这下穿帮了，只能跟他拼了。张正道郁闷地走上前来。是啊，王可，我们一起上，他就一个人。优越公主擦了擦嘴角鲜血，鼓起勇气道。王可，特么，刚才要不是你们俩配合那么完美，我们能穿帮吗？没看聂天霸已经让我们走了吗？你们还整这一出，都来坑我的吗？哈哈哈哈！你们3个人，我就一个人，就能与我斗吗？刚才我都已经试出来了。张正道，优越公主，你们不是我一合之敌。至于王可，就更不用说了，他在诛仙镇做生意，我自然要将他查个彻底。普通先天境也想与我为敌，我可是先天境巅峰，再加上我聂家绝学封神功，就算是普通仙门先天境弟子，也不是我对手。你们3个拿什么跟我斗？聂天霸冷笑道。聂家主，你是不是太自信了？王可踏前一步冷声道。自信？
我说的是事实。先天境，我几乎没有对手，凭你还差得远。这些天骗得我团团转。哼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死的。我要让你看到，我将你王家所有子弟全部抓了，男的为奴，女的为娼。我要让你后悔惹我聂天霸。看我封神刀！聂天霸狰狞的一声大喝，一刀斩来。张正道，幽月公主再度取出一柄长剑迎去。轰！一声巨响，两人再度被聂天霸一刀斩飞了出去，半空中吐了口鲜血，惨叫不已。而王可却是躲开了这一刀。王可，你不讲义气，说好一起上的，你怎么还躲啊？张正道摔在地上吐了口血，惊叫道：“你们休息吧，聂天霸，我来对付。”王可摇了摇头：“什么？你一个人？幽月公主？”张正道顿时瞪大眼睛，聂天霸也是一愣：“你一个人对付我？哈哈哈！王可，你是被我吓傻了吧？就凭你也想与我的封神宫争锋？穷人靠变异，富人靠科技。呸！说错了，你聂天霸修炼靠功法，我王可修炼靠的是钱多。”王可冷声道：“靠钱多？”聂天霸一时不解：“钱多就可以买法宝啊？你看我这柄剑如何？”王可笑道。却看到王可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柄青色长剑，长剑平平无奇，但在王可取出来的瞬间，就绽放大量青光，一股恐怖的杀气直冲聂天霸。锁定的聂天霸浑身汗毛炸竖而起，聂天霸本能的感觉不对，正要冲上去，却看到王可一松手，那柄青色长剑就诡异的浮在了空中，没有用手抓剑柄，就这么凭空浮在了空中。飞剑！聂天霸惊叫的一动不敢动了。张正道擦了擦嘴角鲜血，惊愕道：“王可，你从哪搞来的飞剑？你居然有这种级别的法宝？飞剑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有飞剑？在仙门，就连金丹境强者大多没有资格拥有飞剑，只有元婴境强者才能锻造飞剑，这不可能！你一个小小先天境，怎么可能拥有飞剑？”聂天霸惊叫道：“一柄飞剑，在一个小仙门都能做镇派之宝了。飞剑一出，剑随心动，千里之外取人首级，瞬息而至，就连金丹境强者也不敢硬碰的。王可，你发财了！这从哪买的？”张正道激动地叫道。此刻飞剑锁定聂天霸，这让聂天霸如何赶上前？传闻中金丹境也能瞬斩的宝物，让自己怎么办？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，不然我就放箭了。王可冷声道。聂天霸脸色一僵，飞剑锁定自己，杀机四射，见聂天霸一个胆子也不敢动啊！这王可到底走了多大的运道，居然获得一柄飞剑？你有飞剑，来我诛仙阵干什么？封神宫有个屁用！难道我真的是穷鬼？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，富人的修炼靠法宝就行了，自己生死转眼就在王可一念之间了。聂天霸欲哭无泪，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张正道去摘了聂天霸的武器，搜他的身。王可对张正道吩咐道：“哈哈，这个我拿手。”张正道顿时兴奋地冲了上去，被飞剑锁定，聂天霸哪里敢反抗，郁闷地让张正道在身上一阵摸索，摘了自己长刀，又抢了自己的储物袋。特么的，钱已经被王可骗光了，还要抢光我所有储藏。王家主，以前多有误会，你要救幽月公主，你就是了。我和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要不你放了我，我保证以后我聂家绝不再为难你了。不再遇到你王家人，我们保证绕道而走。聂天霸讨饶道：“聂家主，之前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我也不想多造杀孽的。”王可叹息道：“对，都是我自找的，以后不会了。王可，多谢手下留情，我这就走。”聂天霸顿时要离开，不能让他走，你还杀了我2个手下，还划破了我的脸。一旁幽月公主不依不饶道。聂天霸脸色一僵：“你现在的脸都这鬼样子了，还在乎我那一刀？幽月公主以前多有得罪，但那都是受金乌宗指使的啊，我也是受害者。”聂天霸苦笑道。王可操纵飞剑指着聂天霸，本来想要喝退聂天霸就行的，可是幽月公主眼见自己一方占据上风，根本不依不饶。不行，王可不能这么放了他，你要是不忍心，就让我来处置，我保证尽全力让你拜入天狼宗。快，你先废了他，交给我！幽月公主愤怒道。幽月公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王可想要劝幽月公主，不行。幽月公主倔强道。幽月公主的话让聂天霸彻底绝望了，讨饶没用，反正都要死，还不如拼一下。王可想要我命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封神腿！聂天霸一声大吼，扑向王可，找死！幽月公主！张正道冷笑一声，只有王可脸上露出一股悲愤，这幽月公主是老天派来坑我的吗？我都要将聂天霸吓走了，你居然又来坑我！悲愤之际，王可只能操纵飞剑迎向聂天霸，可惜飞剑与众人想象的不一样，并没有瞬如闪电，而是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叟，哆嗦了2下，才慢吞吞地飞向聂天霸。
轰！飞剑与聂天霸的封神腿相撞，顿时出现了大量裂纹，好似随时都要崩碎一般。封神腿与飞剑僵持而起，飞剑吱嘎吱嘎的，甚至冒出了一阵漆黑的浓烟，这是要崩碎了的节奏啊！什么情况？幽月公主茫然道：“我这飞剑是二手的，你以为人家上仙会将飞剑卖给我，也就快报废了才肯交易的？我特么刚才都要将聂天霸吓走了，你又把他喊回来了，你是聂天霸派来的卧底吗？”王可郁闷的要吐血。